外星人将人类抓到了一个小岛上，还按照外星人的样子建起了巨大的石像。这是天方夜谭，还是有科学依据的猜测？在南太平洋深处还真有这么一座小岛，这个岛的位置太偏僻了，偏僻的可以称为地球上的绝境。这个岛往东3500公里到智利，往西7500公里到澳大利亚，往北5000公里到美国，往南4500公里到南极。最近的有人居住的岛都在2000公里以外。奇怪的是，这么遥远的地方，在12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了。以当时人类的航海水平，他们是怎样来到这座岛上的呢？难道岛民真的是外星人抓来的吗？岛民到底是谁的后代？他们是怎样漂洋过海到达这座小岛的？有关这个令人惊叹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来到公元1722年4月5日，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格温的船队正在南太平洋航行。他们从秘鲁的拉卡马斯湾出发，目标是寻找传说中南部的未知大陆。但是别说大陆，东南太平洋地区连岛屿都非常稀少。日复一日，船员看到的全是茫茫的大海。就在4月5日这一天，在船头瞭望的水手突然来报，地平线上升起了一座孤零零的小岛。这是船队几十天来第一次发现陆地，虽然是一座小岛，但是全体船员都觉得很兴奋。岛的样子很奇特，是一座三角形的小岛，环绕一周就能粗略地计算出岛的面积。全岛大概是163平方公里，和中国厦门岛的面积差不多大。厦门是158平方公里，比厦门大了一点儿。如果没去过厦门的，还有一比，北京三环路以内的面积是159平方公里，基本上与这个小岛的面积相同。罗格温就组织船员登上了小岛，让他们惊讶的是，这座孤悬大洋深处的小岛上居然有人。岛民是一些土著人，对登岛的欧洲人既不敌视也不热情。罗格温沿岛进行探索，当他们走到西北海岸的一处天然海滩时，他们发现了巨大的长相奇特的石雕像。探险者们都惊呆了，雕像的头部比例极大，长鼻子、深眼窝，还有巨大的耳朵。这些雕像看上去完全不像人类，不知道什么原因，雕像全都背冲着大海。接着他们在岛内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许多雕像，这些雕像的高度在2.5米到10米之间，最重的可达80吨。岛上居民还处在石器时代，他们连金属都没有，这些巨石像是怎样被建造出来的呢？罗格温和船员一共在岛上待了4天，但是他们无法找到答案。这是一次奇异的发现旅程，罗格温带着许多疑问返程了。以上所有内容都记录在罗格温的船长日志里。因为发现这座岛的日子是西方传统节日复活节，所以罗格温就给这座小岛起了个名字——复活节岛。这是西方人第一次登上复活节岛，他们这一走就离开了50年。时间来到公元1774年，著名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再次来到了复活节岛。18世纪末期，航海技术大发展，导航、船舶建造、航海地图的精确性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对大洋的探索进入到一个非常科学成熟的阶段。在到达复活节岛之前，库克船长已经完成了环球航海旅行。他很清楚复活节岛孤立于南太平洋中的位置，所以库克船长非常吃惊，这些岛民是怎样跨越大洋跑到这么偏远的岛上来的呢？在为期5天的探索中，库克还记录了另一个古怪的迹象，岛上的石像都被岛民推翻了。50年前，罗格温第一次到达复活节岛的时候，岛上的石像都是站着的，如今却被推翻了。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库克找不到答案，但是他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认为岛上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库克观察到，复活节岛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在肤色、面部特征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他的船队中有一名波利尼西亚人，叫做泰马。泰马能够与复活节岛上的土著进行简单的沟通与交流，说明双方的语言非常接近。波利尼西亚人分布在太平洋的广阔区域，比如夏威夷群岛上的原住民。
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这些地区的居民有着相似的文化、语言和社会结构，他们都属于波利尼西亚人。复活节岛人真的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吗？很快就有人挑战了库克的猜想。时间来到1777年3月17日，就在库克船长登陆复活节岛的3年后，船队的随行博物学家乔治·福斯特出版了他的科考见闻集《环球旅行记》。福斯特的这本书充满了同理心，对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居民不带有任何偏见，所以广受好评。在这本书里，福斯特提出了一个疑问，在第4章他写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岛民种植的土豆，和南美安第斯地区种植的甜土豆非常相似，这让我产生了岛民和南美居民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想法。波利尼西亚人从来没有种过土豆，土豆的原产地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地区。复活节岛上的土豆从何而来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复活节岛上的土著其实是南美洲印第安人的后裔呢？此后，复活节岛民从何而来就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论题。主流观点认为岛民是波利尼西亚人，这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的，因为岛民说的语言属于波利尼西亚语系，在20世纪改称为南岛语系。这个语系的使用范围异常的宽广，从印度洋一直绵延到太平洋诸岛。但是反对者的观点也很有力，他们声称波利尼西亚人根本就无法到达复活节岛。此话怎讲呢？地球上的大洋具有相对稳定的流速和流向，称为大洋洋流。受地球自转的克里奥利力的影响，海洋表面的水流在北半球会偏顺时针方向，在南半球则偏向逆时针方向。早期的船都是帆船，利用风力航行。西班牙人就非常明白洋流的力量，他们只能从东向西单一方向穿越太平洋。从中美洲航行到菲律宾后，西班牙人无法从原路返航，只能通过北太平洋环流，经过日本北部，过阿拉斯加，再顺着北美洲海岸南下回到中美洲。同理，再看复活节岛的位置，假如岛民来自亚洲，他们必须对抗海风和洋流，但是连西班牙大型帆船都无法对抗的洋流，波利尼西亚人的小船怎么可能做到呢？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岛民应该来自美洲。这些争论持续了将近200年，直到有人用实验打破了争议。时间来到1947年，瑞典人类学家托尔·阿尔达尔做了一个著名的海上漂流实验。他按照南美人留下的造船图纸制造了一个筏子，名字叫做孔蒂奇。他要用这个筏子模拟南美人穿越太平洋的过程。海尔达尔没有无线电，没有其他仪器，完全是依靠洋流在海上漂泊。船上一行6人，从4月28日到8月7日，总共经历了101天，在大海上吃了不少苦，最终航行了8000公里，抵达了距离塔希提岛不远的土阿莫土群岛。海尔达尔的海上漂泊试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是一次航海史上的壮举。孔蒂奇号航行验证了古代的航海能力，证明了南美洲古人有可能使用木筏穿越太平洋。所以海尔达尔得出结论，复活节岛的土著居民很可能源自南美。这下有关复活节岛人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真正将他们的来龙去脉一锤定音的还得是现代科技。时间来到1990年代，在海尔达尔实验50年后，人类基因组测序技术出现了。我们都知道 DNA 序列蕴含着基因信息，又称作遗传密码。科学家通过 DNA 检测，轻而易举地就推翻了海尔达尔的推想。复活节岛人并不是南美人的后裔，他们是波利尼西亚人。2008年，中国复旦大学李辉教授课题组发现，南岛民族有一个高频的 Y 染色体标记 M119， 定义单倍群 O1。这个单倍群最早出现在浙江一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骨中。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一个罕见的突变标记 N6， N6 在南岛民族与江浙人群中都存在，
这说明南岛民族的祖先最早在江浙生活。通过累积突变数量的估计，李辉教授精确地计算出南岛民族离开江浙一带在5900年前，这正好是马家浜文化结束、松泽文化开始的时代。2010年以来，随着古人类 DNA 技术的不断成熟，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所傅巧妹团队发现，大洋洲的瓦努阿图和汤加等地距今3100到2300年前的古人基因组，与福建和台湾的古人属于同一个遗传谱系。原来波利尼西亚人和现代中国人其实是近亲。那为什么波利尼西亚人喜欢探索大海呢？民俗学研究给出了一种答案：波利尼西亚人是长子继承制，长子以外的子女得不到父亲的土地和家产，很多人会选择背井离乡，他们被迫扬起风帆，在茫茫的大海中寻找新的家园。今天学者能够大致总结出波利尼西亚人的迁徙路线，这绝对是史前人类海洋探索中最惊天动地的一笔。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源于中国华南的古人类到达了台湾。约在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后代到达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公元前800年，到达了萨摩亚群岛。大约在公元100年时，到达了库克群岛。然后他们兵分三路，北路于公元800年到达夏威夷，西南路于公元1100年到达新西兰，就是今天新西兰的毛利人，而东南路于公元1200年到达了复活节岛，他们称自己为拉帕努伊人。夏威夷、新西兰与复活节岛形成的大三角地带称为波利尼西亚大三角。波利尼西亚人用数千年的时间占领了这片海域里几乎所有可以生存的小岛，而孤悬在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就是人类走出非洲之后所有大迁徙旅程中的最后一站。至此，复活节岛人到底是谁的后裔，终于告一段落。在5000年前，他们的祖先就生活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但是我们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复活节岛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至少有4个问题还没有解释清楚。第一，岛上的巨石像到底是谁建造的？第二，波利尼西亚人是如何战胜洋流到达复活节岛的？第三，岛上为什么有来自南美洲的甜土豆？第四，当库克船长到达复活节岛的时候，岛民为什么推翻了所有的石像？第一个问题，考古学家已经有了部分答案。巨石像在岛上称为摩埃石像，岛民宣称这些雕像是祖先的形象，建立石像是对祖先的崇敬和纪念。目前在岛上总共发现了900多尊摩埃石像，其中有一半都在火山拉诺拉拉库的采石场。为什么都在火山附近呢？因为这里的岩石主要是由凝灰岩和火山浮石构成，硬度较软，易于雕刻和打磨。采石场附近有很多花岗岩制作的工具，比如石斧、石锤，都是用来打造石像的。这里呢，还有没有完工的巨大石像，可以看出石像的制作过程。工匠首先雕刻出正面的特征，如大眼睛、突出的大鼻子和宽厚的下巴，前部和侧面逐渐成型后，再把雕像的背部从石块中切割出来。怎么干呢？工匠先从背部两侧向下挖，慢慢向中部掏空，然后使用石料垫在底部做支撑，最后留下一条很窄的连接部。工匠要钻进隧道里，用石斧切断石像与岩石的最后连接。这一步很危险，如果雕像塌方了，人有可能被压在下面。雕像切出来之后，就进入到运输阶段。前面咱们提到过，有些雕像重达数十吨，岛民是如何运输的呢？在岛民的传说中，有一个石像自己走路的故事。岛民说，石像一扭一扭的就可以自己走路。大部分人都把这个传说当成了一个笑话，但是有2位考古学家却认为传说很可能是真的。他们决定让石像走路。时间来到2012年6月，
考古学家卡尔利波和特里亨特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赞助下，进行了一次石像搬运实验。仿制的石像高3米，重达5吨。他们让18名实验人员分成3组，在3个方向上拉动绳索，通过协调摇摆动作，石像在实验场地上真的行走了91米。看来，使用绳索拉拽的方式的确可以让石像保持直立并前进。亨特和利波的研究表明，岛民的石像走路传说很可能是真实的运输方式，这是一种有实验支持的科学假想。这样看来，摩埃石像并非是外星人建造，石像就是岛民建的。哪个部落拥有石像多，拥有的石像大，哪个部落就更有影响力和地位。石像其实是复活节岛上权力的象征，是岛上宗教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把第一个疑问，谁建造石像的问题解决掉了。紧接着，就在2个月后，又有人开始向第二个疑问，波利尼西亚人如何到达复活节岛的谜题发起了挑战。时间来到2012年8月17日，新西兰的毛利人航海家和学者进行了一个远航实验。他们使用新西兰本土的巨杉木制作了波利尼西亚人传统的双体独木舟，在2艘独木船之间用横梁连接，整体使用2根桅杆和3角帆控制方向和航速。这个实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毛利人完全依靠传统的天文导航技术，使用星象、太阳、月亮、洋流以及鸟类和海洋生物的行为来确定航向。他们从新西兰出发，耗时16个星期，在没有现代导航技术的支持下，终于抵达了复活节岛。船员们在复活节岛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为了回报岛民的热情款待，船员们还表演了毛利人传统的舞蹈——毛利战舞。等一等，不是一直传言南太平洋洋流逆时针旋转，不利于由西向东的航行吗？为什么新西兰的毛利人可以一直航行到复活节岛呢？这次探险的首席航海家杰克·萨切尔给出了答案。原来，虽然洋流整体上呈逆时针旋转，但是在某些季节，大海上会产生不同方向的信风。只要掌握好风的方向，完全可以凭借风力由西向东横跨南太平洋。就这样，波利尼西亚人的东渡谜题也最终解决了。但是后2个疑问，岛上为什么有来自南美洲的甜土豆，以及库克船长到达复活节岛时为什么石像都被推翻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答案。以上就是有关复活节岛的一些简单的介绍。现在我们要回到节目的开头。1722年，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格温从秘鲁出发，是为了寻找传说中地球南端的大陆。他没有发现南方大陆，却意外地发现了复活节岛。1773年，库克船长奉英国海军之命，再次探查传说中的南方大陆。在1月17日，库克的船队突破南纬66度33分，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穿越南极圈的探险队。他们一路深入，突破了重重海冰的封锁，最终抵达了南纬71度10分的位置，距离南极洲的大陆边缘不到130公里。然而，由于巨大的浮冰阻挡，他们无法前进，最终与发现南极洲失之交臂。在回程中，库克船长再次探访了复活节岛，这绝非偶然，这是因为复活节岛天涯海角的独特地理位置，在双体独木舟的帮助下，人类向南航行的极限就是复活节岛。复活节岛是人类走出非洲的一个节点，是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大迁徙的最后一站。这才是这个故事的核心所在。波利尼西亚人的海上迁徙，这场历经数千年的伟大航程，仿佛一首震撼心灵的进行曲。它告诉我们，对探索的渴望铭刻在人类的基因之中。从踏遍陆地到征服海洋，人类从未停止前行。而今天，
这股探索的力量将不再局限于地球的边界。终有一天，我们将扬起星际的风帆，穿越浩瀚的宇宙，这才是人类应该书写的命运，向着无法预见的远方，向着无限的星光前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